苹果手机在去年的销量头一回超过了三星，来到了全球第一啊，当然也不头一回，反正是10多年以来的第一回。那三星呢，也是10多年以来第一回跑全球第2去了。那么2024年了，苹果的新一代 iPhone 16 Pro Max 发布了。那么今年苹果能不能再次超过三星，成为全球销量第一呢？就看这一波了。所以本期呢，就用 iPhone 16 Pro Max 对比一下三星的旗舰 S24 Ultra。欢迎收看 ZPH。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尤其是加关注，因为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测试前呢，先是摄影环节，摄影环节的照片呢都经过了调色，我估计大家也分辨不出来是哪台手机拍的了，而且也不用分辨，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我没事瞎拍的啊，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我这么做呢，能起到一些小小的引领作用，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先说一下后摄的整体配置 ，iPhone 3个镜头，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三星是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5倍的长焦。三星比 iPhone 多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但是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都没有光变。iPhone 的拍摄界面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 ，0.5 倍是超广角，1倍是主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是没有2倍镜头的，还有最上面的5倍呢是它的长焦镜头。在机身侧面还新加入了一个实体的相机按键，这个按键呢滑动可以变焦，按下去可以拍照，但是它没有半按对焦的功能。总之这个按键呢，反正我用起来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它好用你就用啊，如果你觉得它没什么用呢，原来该怎么用就还怎么用啊。三星的拍摄界面给了5个主要的焦段切换按钮 ，0.6 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3倍的中焦，5倍的长焦，还有一个最上面的10倍是5倍的数码变焦啊，它也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三星还有一个叫 Export RAW 的软件，就是现在这个界面，它可以通过相机的界面直接进入。当然了，在桌面上它也有图标，你也可以点它直接进入。只不过这个软件呀，并不是原生自带的，不是默认就有的，你得自己下载安装。那么这个软件呢，它默认的主摄分辨率是2400像素的 ，iPhone 的主摄现在就是2400像素啊，所以这次对比呢，也带上了这个软件。下边咱们就每颗镜头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从参数上看，两台主摄的感光器呢都不大啊，都是1.3分之一英寸的，都什么年月了，还用这么点的感光器？我估计这哥俩呀会同时换更大的感光器，你换1英寸的，我也换1英寸的，还有 Pixel 那台手机啊，反正这哥仨就跟商量好的似的啊，你不变我也不变，你不换大的我也不换大的。那么像素方面呢，原生像素从参数上说是三星的更猛啊，达到了2亿像素 ，iPhone 那边是4800万像素的。看主摄的实拍样片，两边颜色风格的差别可真是大了去了，你们更喜欢哪一边呢？我估计有人又要问了，哪边更接近真实啊？这真实不真实的，你们每个人的观看设备差别那么大，那显示颜色的差别肯定也大了去了，每个人他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颜色都不一样，聊什么真实不真实？
等以后全世界人的显示器都统一了，显示出来的颜色画面都一模一样了，我再跟你们聊哪边更接近真实啊。现在通过两对比，你们更喜欢哪边，哪边就是好的。反正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都是没标准的，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那么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那中心解析力方面，虽然说 iPhone 的2400万像素确实比三星那边1200万像素的解析力要高啊，但老实说比我想的差距小啊。但是啊，高就是高，这方面呢还是 iPhone 做得更好。那三星如果用 Expert RAW 那个软件拍2400万像素的照片的话，那这个时候它的解析力跟 iPhone 比，反而是要比 iPhone 强的啊，解析力是更高的。只不过 Expert RAW 那个软件成像呢会慢一些。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这个看的是镜组的制造成本啊，说白了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这个是纯硬件方面的对比 ，iPhone 的表现更强一些。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 ，iPhone 的镜组光学质量更好一点。这个是镜组的光学质量啊，跟感光器什么的没关系。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 ，iPhone 是4800万像素的，三星是2亿像素的。那么解析力方面，是三星的更强的，这个强呢，并不是说 iPhone 那边看着更肉一些，三星那边看着更锐就强，并不是。肉和锐有可能是锐化导致的，但是锐化是不能凭空添加细节的，它只能把已有的细节增加对比度，从观感上看着更锐一些。但是没有的细节它是没法处理、没法加工的。你仔细看，很多地方的细节是三星有，而 iPhone 没有的。但是在这次的对比中，三星的2亿像素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比如说这个场景都是高清模式 ，iPhone 那边虽然说只有4800万像素，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尤其在字体辨认方面，那些小 icon 的辨认方面是明显强于三星那边2亿像素的。我感觉三星的2亿像素随着系统升级，它最初刚发售的时候，这台手机的2亿像素拍照是非常慢的，体验是不好的，但是清晰度非常高。现在它拍照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按下快门就能成像，但是解析力我感觉真的不像原来那么的稳定了，不像原来那么的强悍了。再说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感光器大小它们是一样的，但是原生像素呢 iPhone 的更高。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风格包括亮度的差别都是很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苹果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从亮部看呢 ，iPhone 的高光保留是更好的，但是放大看中心解析力呢，虽然说两边是一样的，但是 iPhone 那边曝光稍微欠一些，它的暗部看起来更脏啊，也就是噪点方面更明显一些。再看一组对比，这回颜色风格的差别没有上一组那么大了。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也是半斤八两的。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呢，两边差不多。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差不多他们俩。iPhone 的超广角是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啊，三星的是没有高清模式的。那么解析力方面 ，iPhone 的高清模式好很多。再说微距拍摄，前面说了，现在像苹果、三星、Pixel 这种顽固不化的老家伙呢，不单主摄还用的是小感光器，他们的微距拍摄用的也是超广角来拍微距，就是他们用超广角拍摄微距是效果最好的。其他的手机呢，都已经是长焦微距了。体验方面，我感觉比超广角拍摄微距更好一些啊，因为可以离被摄物体更远一些，当拍摄昆虫、小动物的时候，不至于太惊扰到它们。那么就这两台手机而言呢，这次我用的就是用主摄拍啊，然后慢慢接近被摄物体，系统就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来拍摄微距了。从实拍效果上看呢，iPhone 可以离被摄物体再近那么一点点，看起来呢放大比好像更高一些，其实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更近一些。而且放大看细节的话，iPhone 微距的表现是要更好的啊，是要比三星的微距效果更强的。再说中长焦镜头，中焦 iPhone 是没有的，三星是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的。长焦镜头，两台手机都是5倍的长焦镜头。原生像素方面是三星的更高，5000万像素啊，但是它效果怎么样呢？咱们往后看。对比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2倍都是他们主摄的数码变焦啊。那么解析力方面，两边也是非常接近的。现在是3倍的对比，3倍 iPhone 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三星的3倍呢是光学焦段，那么解析力上是没有悬念的，三星的更优秀。现在是5倍的对比，两边颜色风格的差别又非常大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
5倍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光学焦段，都有5倍长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呢，也可以说在伯仲之间。三星的5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iPhone 的5倍呢是没有高清模式的。那么解析力方面呢，三星是要更强一些的，只不过没有强的特别多不过强一点也是强吧。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它们都是自己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可以说两边做的都不错虽然说在成像风格方面还是有差别的。iPhone 那边第一眼看着稍微绵软一些，但是该有的细节呢，它都呈现出来了。三星那边第一眼看着是很清晰、很锐的，但是它的细节呈现呢，并没有比 iPhone 多。现在是 iPhone 25倍，25倍呢就是 iPhone 最远的数码变焦倍数了。三星呢是30倍。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两边都还行吧，细节呈现差不多，还是 iPhone 看着绵软一些，三星那边锐一些。但是三星那边呢是锐化或者是其他数码处理的结果总之呢，两边的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没有谁在细节呈现方面超过了对方。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两边的风格看起来还是很接近的。这前摄的风格嘛，主要看的就是有没有什么美颜磨皮瘦脸在这方面这两台手机做的还是很统一的。可能这两个品牌觉得自己的受众是全世界的受众吧，反正就是什么样肤色人都有，黑的白的，什么12色的，是吧？你拍出来之后，总得让人觉得他是自己。你要给一黑哥们儿拍白了，人家可能不太高兴所以说人家在美颜方面做的比较克制。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跟前摄自拍一样都没有什么美颜，但是他们前摄录像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首先就是清晰度，两边都没有问题，这方面做的都非常不错。防抖两边都非常强劲，肤色虽然说略有区别，但是看起来都很好看。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两种肤色呢，我看着都觉得还行。再说人像拍摄，用的也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跟前摄自拍一样，可以看到他们在人像方面，就是美颜方面呢，做的都非常克制，什么磨皮大眼瘦脸这些都没有。跟现在人像做的比较好的手机比呢，肯定第一眼看上去呢，没有人家拍的帅，没有人家拍的美，但是也不会让被摄者看到照片的时候觉得陌生，觉得讨厌。总之呢，他们的人像照片呢，就是中规中矩，你也可以说是力求还原，相对真实。总之他们在人像拍摄方面的水平也是非常接近的。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那么这两台手机在所有的场景下，它们的直出扩张度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这回都是令我非常满意的。扩张度环节看的是大光比、环境、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在能呈现细节的同时，亮部要亮得上去。亮部的细节，比如说云层还有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的是否好；暗部看它是否能暗得下来。暗下来的同时呢，还要保留细节，而且暗部也不能偏色。那么这一点呢，这两台手机做的都非常出色。在很多场景下可以看到，三星的暗部没有苹果那么的极致苹果是可以暗得下来的，而且还能保留细节。那么从这点来说，这次扩张度的对比呢，我感觉苹果的表现要更好一点点。再看夜景的对比，那么第一个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在直出的情况下，亮部跟暗部细节的呈现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第二个场景，主摄的亮部表现虽然说三星也不是很好吧，但是也比苹果强。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就说苹果稍强吧。再换一个场景，虽然说主摄在亮部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同，但是两边都可以说还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来到这个高难度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是三星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了，但是暗部细节呈现也是三星的强。来到昏暗的城市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超广角也是如此半斤八两。现在是3倍长焦的表现，3倍苹果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亮部细节呈现方面三星做得更好。现在是5倍的表现，同样的亮部细节呈现依旧是三星的更好。现在是昏暗场景3倍的表现，两边整体效果差不多别看 iPhone 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但是清晰度呢两边是差不多的。现在是5倍的表现， iPhone 那边暗部细节呈现比三星更丰富，最主要的是颜色，我感觉比三星要强不少。来到了极暗的场景了，要打开夜景模式了。iPhone 呢就是把自动夜景拉到最大10秒的曝光时间。那么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呢，论细节呈现也是 iPhone 的更强毕竟有10秒的曝光的嘛。
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啊，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三星那边已经出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尾色，而且放大看的话，细节呈现方面也是 iPhone 的稍微强一些。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树林小路场景，三星的尾色情况有些好转，放大看细节呈现呢，两边半斤八两吧，啊，水平相当就说。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是谁也甭说谁啊，反正都不太能用。最极限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主摄方面，三星又出现了一些尾色，放大看的话，这些尾色就更明显了。而且整体的照片观感、细节呈现方面，也是 iPhone 的主摄表现得更好。超广角的表现吧，两边又是差不多了啊，半斤八两。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社交软件录制效果的。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防抖清晰度表现得非常好，就是颜色的区别相当的大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两边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依旧是非常极致的，就是颜色风格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我估计要是让你们投票的话，跟前面主摄的喜好应该也是相同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同样的，除了颜色的区别相对大一些以外，其他的表现都是很接近的。现在是3倍的对比，两边在解析力、清晰度方面呢没有拉开什么差距。虽然说 iPhone 那边3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三星是光学焦段，但是在清晰度方面呢 ，iPhone 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两边的防抖都非常到位。现在是5倍的对比，两边都是光学焦段了，防抖两边依旧是非常极致的。解析力呢，可能有人觉得不一样吧，但是我告诉你啊，是一样的。三星那边只是锐化重了一些，看着更锐一些，但是解析力并没有比 iPhone 强。现在 iPhone 是15倍，三星是20倍，都是他们最远的录像倍数。解析力嘛，反正数码变焦之后都有下降啊，看着都还行啊，防抖也都还不错。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要说解析力啊，仔细看的话 ，iPhone 可能还稍微强一点点，但是这鬼影啊，就是比三星的要明显。防抖两边呢，跟白天比都有下降。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 ，iPhone 的更强一些。反正颜色上呢，我个人更喜欢 iPhone 的。防抖呢 ，iPhone 也稍微强点儿。就是这么暗的环境，其实超广角真的很难应付，还是踏实得用主摄。现在是3倍的录像表现 ，iPhone 那边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派的，但是解析力方面呢是比三星强的啊，就是鬼影嘛，也是比三星明显的。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噪点方面 iPhone 的比较重，三星那边颜色看着没有 iPhone 的好，但是三星那边拖动起来怎么一顿一顿的，一卡一卡的呀，反正这方面做的也没有苹果好。工业设计方面，也就是手机的造型方面，它俩都属于老熟人了，大家对它们的外观呢应该都比较熟悉了。那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样子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三星的打2。这次 iPhone 在手机的侧面加入了一个专门的拍照按键，这个按键呢，双击可以快速的在熄屏状态呼出相机。当然了，没有这个按键的时候 ，iPhone 呼出相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现在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直接调出相机的速度都不慢了。那至于它使用的手感还有方便程度嘛，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按钮好用，你就用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按钮没什么用的，那你就原来的 iPhone 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就完了。反正我对这个按键的态度嘛，就那么回事儿啊，就那么回事儿。至于硬件方面还有处理速度方面呢，应该是 iPhone 这边更强一些吧。但是具体强多少呢，我也不关心。三星那边的性能呢，已经足够我用的了。而且在续航方面呢，我也挺满意的。两台手机的续航在我实际使用中都是不错的。那具体的游戏呀、发热呀、跑分这些就不是我们该聊的了。我估计各位呢可能也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毕竟只是聊摄影的节目。如果关心这些参数啊，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能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